今天我们这一期呢，准备教大家做一个鱼的几种吃法。很多朋友说鱼不知道怎么选，今天我就找了个菜式带大家看怎么选鱼。很普通的一个淡水鱼。哎，你好，老板，买点鱼吗？有没有那个鲈鱼和草鱼哦？有鲈鱼，有草鱼。因为我看到草鱼呢，2斤左右了嘛。2斤要多点儿哦。哦，2斤多点嘛？好像你哦。10块钱斤。10块钱斤嘛？啊，可以，你帮我称一条嘛。还有你那儿还有鲈鱼没得？哦，鲈鱼也给我称1、2条嘛。26一斤啊！我看你好大了哟。斤多点儿只有。这么小啊？称3条。看嘛，我教大家扔一下鱼，像这种鱼就是白鲢，你看没有？它的头是比较大的，但这个比较便宜，基本上都卖5、6块钱1斤嘛。这种就是你看花鲢，你看它的头，它整身是颜色是比较花的，头也比较大，但这个价格会比较贵一点，这可以投到17哈。这可不是青蛙，这是牛蛙哈。平时我们喜欢吃的牛蛙就是这个样子哈，看，嘿。看，这种是小鲫鱼。这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大家知道什么？像蛇一样，这个叫乌鱼哈。这个头是比较硬的哈，这个乌鱼。这个我如果在水中去摸的话，感觉有点怕哈。这个头有点像蛇。这个就平时我们吃的鲢鱼，就叫鲢鱼。我们土话叫鲢鱼，书面语言叫鲢鱼。像这种长就叫鳝鱼啊，鳝鱼啊它很容易睡觉的，你要在选的时间拍一下它啊，看拍一下它就起来了，它是很容易睡觉的。像这种就是土鳝鱼，你看这个肚子上的这个颜色就知道，如果是饲养的话，它不会是这个颜色啊。小时候大家有没有去照过黄鳝啊？就是在那个稻田里面搞个夹子，用个非常亮的手电筒对着那个黄鳝的话，它就不会动了，然后你夹子一夹就把它夹起来了。这个呢是一个泥鳅。泥鳅呢，主要是它在长在小河里啊、小溪里，甚至一些沼泽地里啊，它就比较喜欢有泥的地方。就这个肉也是很好吃的，我弄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它不会咬人，所以大家不要怕哈。这个泥鳅，这个是三角蜂哈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晃眼看是黄脑筋，其实它是三角蜂。这个我不敢逮，因为它旁边有这个角，非常的拘人。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叫三角，你看它这里有个刺，这是一个刺，它扎的人很凶的，背上有一个角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因为我手已经把它按住了，我放着它扎着我啊，总共是3角，叫三角蜂。其实它的口感肉质有点像黄脑筋一样，但它比黄脑筋呢这个刺更长一些。10条鱼一共好钱？109啊哈。我按一个是一个25。彩椒，一个84彩椒。哦，109，好。这种优惠了2毛钱了是吧？多说了2毛，不是优惠2毛。哦。109是吧？108、109一样的，108嘛哈，好。祝你发啊！买完这个鱼之后呢，接下来买点蔬菜，因为晚上还会做一些直播的菜，一起就把它买了。哎，老板你好，刚才我抓2个就够了，把这个水甩一下。它的香葱就比较干，没得水分的。不像有些地方卖的香葱，它是洗过的，然后里面加水在里面卖。有水的话就比较杂陈，这是干的。5块钱包。你把头啊的。好。看这个番茄就掉的时候，大家要捏一下，就它这种就是比较熟的，比较 OK 的，非常的软，不像有些番茄外面看着软，里面是硬的。选这个小点呢，比较嫩哈，像这种外面都是老叶子哈，选择之前选这种小的就比较嫩。同样是买生菜就选这种小点的，这比较嫩。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是我们的红蒜苗，这种蒜苗是比较香的。有一种蒜苗是很粗，那种叫肉蒜苗，其实它没有香味。就买这种红蒜苗。还有我跟你说，大家买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。你看有些葱，你看到它粗，那种葱是不香的，像这种葱很香，比较嫩。这种粗的就感觉像长老一样。买葱就买这种细的。哦，蔬菜38。买完蔬菜呢，我们再买点面条，因为中午来讲究一下吃点面条。这面条咋卖呢？3块5啊。给我称个1、2两嘛。3个人吃差不多1、2两。
那我们在这儿都有卖的，像面条市场它都有。这叫水饺皮，这是抄手皮。这就是河粉。服了，老板。一般像1.2两，3个人就足够吃了。面条的话，你看你3两煮熟之后，它就变成了6两，所以说3个人够吃了啊。菜市场都有买这些泡菜，这个是泡的一个青菜，平时我们叫酸菜，这是泡萝卜，泡豇豆，这就是泡椒，但这个泡椒它不是纯的2荆条，它是那种美人椒来泡的啊，不一样，这叫泡姜，这是泡的一个子弹头，野山椒、小米椒。要买哪个？哎，有没有那种袋装的粉丝啊？就在龙口的，龙口要5块啊。对呀，那个5块还贵啊。这么凶啊！你这个银壶呢？10块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买一包这个。这个兄弟们在超市可能只卖2块8，但是在这里感觉人家说了5块还价，不好意思不给人家买，算了，买了嘛。这个呢是我们菜市场买回来炒鱼，我们先拿半边呢做一个香辣鱼块，改刀的时候这个鱼身上会比较滑，甚至是你可以拿个厨房纸巾把那鱼给它擦干。好，改刀的时候我们直接下去，用刀直接切这个骨头，贴骨啊，我们直接给它片过来。那这里的时候可以带个毛巾。这半边我们就拿做个香辣的，剩下半边我们做个糖醋的。好，我们稍微给它改个刀，中间给它划一下，这样的话便于入味一些，不要太厚，太厚的鱼不容易入味。鱼鳍给它切一下。兄弟姐妹们，切完这个半边之后，发现这个鱼肉有点少啊，不行啊，把另外半边再来用上，这可能太少了一点。但是骨头呢，可以用其他的菜把它用起来，我们还是只取这个肉，一样的方式啊，我们贴着这骨头。这骨头不要丢掉，平时我们可以做个什么鱼骨豆腐汤都是可以的，给它煎一煎、熬一熬，它自然就会非常的白。改完刀之后呢，我们用凉水给它冲洗一下。我们把这个水稍微给它沥干之后呢，拿个厨房纸巾再给它吸一吸。好，我们开始来腌制。我们腌制的时候给点盐。就咸鱼淡肉，就是同样是腌鱼的话，你的盐稍微要重那么一点点，就比什么猪肉啊、鸡肉啊稍微要重一点。白胡椒粉，因为像这些淡水鱼啊，尤其草鱼，它的土腥味是比较重的，一定要加点这种白胡椒粉、花雕酒或者是料酒去腌制它。我们再来点姜葱，抓起来。只要这个加了盐的话，这个鱼肉它一会儿就会出这种粘性，就会出这个胶出来。好，我们稍微给点土豆淀粉，给个2勺。好，我们腌这个10分钟，开始炸。今天我用的是菜籽油，因为它会比较的颜色深一些，所以炸出来会有点黄。如果你家里面用什么大豆油啊，或者是花生油啊，它会颜色炸出来更白一些。好，这油温呢，我们大概烧到5成热度，下入个鱼块。好，我们锅有点小，我们先炸一半啊，先给它定型，待会儿再统一复炸。这时候火是最大的火，先不要动它，它不会粘在一起的，没关系的，轻轻给它刨2下就好了。好，定型之后我们给它捞出来，接着炸第2锅。好，接着我们炸第2锅。
好，定型之后我们稍微给它打出来，再把油温升起来，再复炸一次。我们再复炸一次。快速给它倒出来，不要洗锅。好，锅里留点油，下入蒜米，这是开小火姜米，干的辣椒节，干的红花椒，小火先给它爆香，把这个辣椒、花椒味道炒出来，炒香。油有点少时，我们稍微加点油，一定给它爆香。接下来我们来点香辣酱，放中间。好，把香辣酱炒香。接下来下入鱼条。好，香辣酱的话，超市是有卖的，一瓶一瓶的哈。快速就给它翻炒。好，我们做个调味，给点生抽，一点白糖。来点葱段，搓起来来点芝麻香油，少许的花椒油。好，大火给它翻炒。哇，这个香辣味道好香啊！再来点芝麻，好，再来点葱花。好嘞，出锅。这个鱼块呢非常适合下酒，如果你家里面有什么花生米啊、腰果啊，可以再放一点点，就更完美了。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葱香鱼片，因为今天鱼比较小，我用了2条鱼来片。这是一个鲈鱼，还是一样的，我们找个毛巾把身上的水分啊、粘液稍微给它擦一擦，防止在砧板上划来划去的，伤了你的手。稍微给它刮一下。取肉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刀切进去，贴着骨头，轻轻给它取出来。这边肉也是一样的，把里面的鱼排稍微给它取掉。好，这个鱼排取完之后呢，它这里是没有骨头，现在我们开始打成片，把改一个福的片，这样它会大一点。这样2片切这样的话，它会大一些。这个方法主要针对鱼比较小的时候，我们打鱼片的时候呢，这样鱼片可以大一些。这菜呢比较适合一些老人和小朋友，因为它是没有什么刺的，我们刺已经给它去完了。有些想吃点什么鱼片啊，又怕卡住的朋友，可以采用这个方式。片完之后呢，我们给它冲洗一下。洗完之后呢，我们用厨房纸巾稍微把多的水分再给它吸一吸。接着开始腌制，腌制的时候我们给点盐，给点白胡椒粉，来点花椒酒。抓起来，加点姜葱，把这个胶质给它抓出来之后，我们再加点姜葱水。如果你没姜葱水，可以加蛋清，都是可以的。就主要目的是增加这个鱼肉的嫩度，这样去拍打它。接下来我们再加点2勺土豆淀粉，这个有点少啊，我就2勺。加了粉的目的是，待会儿我们去穿这个鱼片的时候，它表面有一层保护层。当然，这个粉不要太多，不是说越厚越好哈。给大家说一下。最后我们来点油，稍微给它揉一下。好，这个鱼片就腌制完成。接着先教大家炼个葱油。如果你家里面有之前那种我教过大家炼干葱油的话，这步就可以省略掉。没有呢，我今天准备的是一个干葱和一个大葱，还有一个香葱，3个葱来炼个油。我们用这个油来做一个豉油，这样的话这个鱼就会更加的香。有个3层油，我们先下入大葱，大葱比较粗一些，我们先下大葱，这是开中火，
再下入这个小的干葱。这个油你不光可以拿做这个鱼，就是你可以拿来炒菜啊，做其他的一些烧菜都可以。再把香葱下进去。 我们看到这葱有点这种发黄之后呢，就把火关小，用小火慢慢去炸了。这个时候火就不要太大了，太大了很容易糊的哦。就是小火慢慢沁炸，比较安全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把那葱发黄之后给它倒出来，不要炸得太久，太久的话这个葱就糊掉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油倒出来之后呢，不要洗锅，将就这个锅我们来点清水，这时候加点我们刚刚炼好的葱油，因为这葱油要不了这么多。这种方式呢可以让你加的豉油更好吃。我们再加点刚刚炸好过的葱，加一勺豉油，一起熬煮一下，因为这豉油呢是有点咸的，我们稍微给它简单做个稀释一下。 同时还再加点葱油在里面，这样的话熬出来更加的香。如果你家里面的豉油不是那么咸，就是它味道刚合适的话，你就少加点清水。稍微给它熬煮个1分钟，给它倒出来。 好，接着我们找点水给它烧开，这步呢是汆烫一下鱼片哈，汆烫大家记住啊，一定是汆烫。好，烧开以后我们把火关小，小火哈，慢慢下鱼片，火不要太大，太大就把这姜冲掉了。好，我们小火差不多煮个1分钟，不要怕它不熟，它是没问题的，只是鱼片很容易熟的。小火1分钟，好，把姜葱先给它雕一下。 给它打出来，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给它打出来。把我们刚刚炼过的豉油沿着边缘倒一点。好，撒上葱丝。好，最后我们来浇点热油。 因为今天买了鲈鱼，所以说下一道菜呢，我准备用这个煲仔给大家做一个蒜蓉粉丝焗鲈鱼。这个菜色买回鲈鱼啊，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呢，直接给它切成块儿。头部呢，我们给它对破。 好，改过刀之后，我们给它清洗一下。好，清洗过后呢，我们用个厨房纸巾把多的水稍微给它攒一攒。好，接着我们给它腌制一下，来点盐、白胡椒粉、来点花雕酒、姜葱，给它揉一下。 腌鱼呢，我们这个盐味稍微要重一点，因为它比平时的一些鸡肉啊、猪肉啊这些，它的盐味需要的更大一点，叫咸鱼淡肉。如果你是现在腌好，如果晚上吃的话，这时候你的盐要放淡一点，因为时间一长的话，它盐味会进去的。你马上吃的这种啊，就稍微可以重一点点。好，炸匀过后呢，我们给点土豆淀粉。土豆淀粉的什么目的啊？就是可以待会儿焗的时候让它更好的扒住味道。 后转之后呢，我们给点这个自己炼的鸡油，大豆油啊、花生油都可以。就加这个油的目的是增加这个鱼的这种脂肪，你可以加猪油或者鸡油来都行。因为鱼身上它是没有多少脂肪的，一定要加点那种动物的油去补充。好，轻轻给它抓一下就好了。
把鱼腌好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调个蒜蓉汁儿。这个蒜蓉汁儿就是比较简单，家庭版的，就是我们拿一半来给它浇熟，拿一半生的。再往中放点蒜蓉。这个如果你不吃辣的朋友就不要加这个小米椒了，我们可以加一部分小米椒，不吃辣就不要加了。一点葱花，一点姜米，我们给它搅拌一下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菜籽油烧到5成热。加到碗中，来搅一下。我这个碗呢是玻璃碗，高温的啊。好，传统做呢是用生熟蒜，就是一半蒜用来炸熟，一半加生的。我们今天直接给它浇熟，至于在家里面这样做比较方便一些。好，再加点生的。这种开始调味道，我们给1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好，给点白胡椒粉。好，稍微加点糖，来少许的盐，芝麻香油我们来个半勺。这个酱料不光可以拿来焗鲈鱼，平时你在家里面焗什么生蚝啊，或者焗什么虾啊都可以。这主打一个方便简单，平时放冷藏冰箱放个3天它是没有问题的。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这底部呢我们垫点粉丝，粉丝呢提前加点蒜蓉，让它有个底味一些。你不光可以加粉丝，你可以加什么金针菇啊，或者是青笋丝啊，这些脆的都可以啊。接下来我们在煲子里放点鸡油，没有鸡油你可以放什么猪油或者普通的就是炒菜这种热烹的油都行，只是鸡油呢，猪油它有脂肪，就可以让那个鱼呢更加的香，它这种脂肪的油会更加香一些。我们垫点姜片，接下来就把这粉丝铺在里面，好，我们再把鱼拿过来铺上。好，铺上之后呢，接下来把这个蒜蓉给它码上去，这边也是一样，给它抬起来，就尽量让每一块鱼肉上面都有这种蒜蓉。开火啊，来，好，中小火来点啤酒，好，焗个10分钟，盖上盖子，中小火焗10分钟。哇，出锅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撒点葱花。接下来我们再用鲈鱼给它做一个脆炸鱼柳，这里会加一点小茴香，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小茴香，这个就是小茴香。那如果你买不到也没关系，就不用加这个茴香，就可以把这个麸，最重要是把这麸学会，很容易把这个鱼柳做出来。表面水分给它擦干，我们开始来取下的鱼柳，刀直接切到里面，贴骨哈，切到贴骨，平着推过来。这里给它切淡，这鱼柳就下来了。好，骨头放一边，接着把鱼排给它剔下来。剔的时候，我们斜视物的进刀，前后一拉。剔完之后呢，这里面是没有骨头，你可以用你的手轻轻给它刮一下，感受一下。接着呢，我们直接给它改成那种条形，这里比较厚，我们稍微给它中间给它片一下。待会儿我们要挂一个腹，给它切成那种条形。接着我们切点小茴香，这个梗就不要了，我们只要这个叶子。其实你买不到也不要紧，就买不到的话，你不要加这个小茴香，直接把这个腹学会就可以了。这腹可以炸很多的东西，直接给它切碎。好像北方是有这个什么小茴香水饺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有吧。就是这个东西，它是一样的，很浓郁。它和那种香菜啊，还有这个四川本地的荷香，它又不一样，它另外一种味道，很清香这个味道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鱼柳啊稍微给它洗一下。你看这个净肉啊，它就没有多少，一条鱼，你看除了骨头，只要净肉的话没有多少东西，我们给它冲洗干净。好，沥干水分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鱼柳啊腌制一下，给点盐。来点白胡椒粉、花料酒、姜葱，给它抓起来。
比较滑滑的这种粘液出来之后呢，来点土豆淀粉，来2勺土豆淀粉。好，放到一边。接下来我们调一下糊。哦，这里呢是150克的中筋面粉，50克的土豆淀粉，给它混在一起。还有6克的无铝泡打粉。平时如果你自己用不完的话，你可以用个瓶子给它装起来，就什么时候用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倒出来。这脆条糊呢，加点水，加点油，它就可以用了。今天呢，我给它展示一下，所以说调的比较多一点点啊。好，和匀之后呢，我们来点清水。开始的时候啊，水不要多，多的话容易把这个面粉成很多的疙瘩。慢慢来，慢慢加水。可以用个手，可以用勺子慢慢去搅它，就最重要是不要让它有这种疙瘩在里面。好，我们搅到这种没有颗粒，大概像什么程度呢？这稠度有点像这种酸奶一样的那种感觉哈。这时候我们就加点油在里面，油的目的是增加这个麸它的脆度，同时它麸看起来更加的光滑，就是炸好之后啊，它的麸是很光滑的。这一定要加点油，这个就是普通的一种，就是可以热喷的油，大的油、色拉油都行，或者花生油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拌匀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切好的小茴香给它倒进去。好，现在我们烧点油，开始来炸鱼柳。我这是用菜籽油炸了，就是你在家里面可以用其他的这种热烹油都行。这个油炸就不要支锅了，直接倒油就好。这个炸过鱼柳的油啊，它是可以用起来，平时你可以加点什么姜葱啊，重新把它炼过。这个油可以拿来炒菜啊，或者是一些烧菜都行。好，这个油温烧到4成左右，我们开始炸。这时候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就是怎么判断我们的麸到底是厚还是薄的时候，你可以先拿一块试一下。这里是一个小技巧，我们下锅给它炸熟之后，再来看一下这麸合不合适。如果是太厚的话，你就把这麸再调稀一点点。好，给大家看啊，其实这个麸的厚度是刚合适的。这是非常 OK 的。现在我们开炸。好，这个鱼柳啊，直接给它裹上这个麸。好，接着我们就下入鱼柳，下的时候也要稳住温度哈，就是这种小火。还有一个鱼柳，你看之前我为什么改这么细呢？就不要改得太粗，太粗的话你是不容易炸熟的，因为炸很长的时间。这个呢就是它没有骨头，比较适合老人啊、小朋友啊吃这个鱼柳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但你一定要把骨头给它去干净，鱼排给它剔干净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先炸一锅，不能再放，再放的话前后的温度就不一致了。啊，这锅炸完，我们再来炸第二锅。好，我们先给它捞出来，先给定型，最后我们再来复炸，捞出来。像捞出来之后呢，一定要保护我们的油，比如这种渣渣的这种啊，一定给它搂干净。你不搂干净的话，待会儿我们炸下一锅，这个渣渣就会浮掉，不然的话你下一锅就全部是黑的。把这个渣渣搂干净，找一个过滤网。好，我们来炸第二锅，调到小火，让它稳住这个温度，不要太高。放完之后，再把火开起来。好，先给它捞起来。我们把温度升起来之后，再来复炸一次，还是一样的。这个渣渣一定要给它打掉，及时给它打掉。这样的话也是爱惜油，如果你不打的话，油很容易发黑的。像这鱼柳的话，一定要复炸，如果你不复炸，它很容易沁油进去，到时候这个肉里面沁了油就不好吃了。好，我们开始下锅复炸一次。这都是最大的火哈，不要关小火，最大的火。我们复炸的话，油温就要稍微烧高一点，一定要达到这种5成以上，我们再去复炸它。好，差不多有个1分钟，给它倒出来。高油温去炸过之后呢，它表面会脆。这时候我们再配上一个碟子，如果是小朋友吃呢，你可以配什么番茄酱，
大人吃就配这种辣椒面啊，椒盐辣椒面就好了。我们这条草鱼呢，我准备给它做成一个糖醋鱼块儿，这个比较简单，稍微给它把鱼柳给它取下来，贴着骨头，这里给它切蛋，这边也是一样的。这个鱼骨呢，待会儿我们拿来做下一个菜。 不要浪费啊，这个可以用的啊。好，鱼排稍微我们给它去一下，斜着45度直接进去。好，我们直刀，这就取干净了。这里肉有点厚，我们稍微给它片一下，切成条形。 就大家如果是去不了国内，可以去买那个叫什么巴沙鱼柳，这种鱼柳就是基本上给你去好的就是一整块的肉。好，切完之后呢，我们用这个清水给它冲洗一下，沥干水分过后呢，我们用个厨房纸巾，再给它稍微把多的水给它吸一吸，因为腌制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过多的这种水分，待会儿还要去加什么花雕酒啊，它里面本身就有水分。腌制的时候我们给点盐、白胡椒粉。 来点花雕酒、姜葱，稍微给它打2个蛋黄，因为待会儿我们要加土豆淀粉，相当于有个蛋豆粉，我们再去炸这个鱼柳。好，给它揉起来。揉匀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加点这种土豆淀粉，我们先来个4勺，这相当于是挂了一层麸，只是说这个麸是全部揉在鱼里面，就是不会单独再调一个麸再去蘸进去再去炸这种麸，那不一样啊。稍微有点少，我们再来一勺这个土豆淀粉，尽量给它揉均匀，差不多每条鱼柳上面都能裹上一层薄薄的一层麸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调好麸之后，我们稍微放个5分钟就开始油炸。好，这步呢，我们在锅里烧点油，把这个鱼柳炸一下。好，5成油温开始下入这个鱼柳，下的时候不要往一块丢，沿着锅边给它放下去。好了，我的锅比较小，我们待会儿再来炸第2锅。用筷子轻轻给它刨一下，它就不会粘连在一起。好，第1锅我们稍微炸到有点金黄色，并且它有点出干子，我们给它捞起来，待会儿再来炸第2次，炸过滤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炸第2锅。好，一样的，开小火哈，5成油温下去，沿着锅边，不要往中间丢哈，很容易炸着你的手。好，放完了。这次呢，用筷子轻轻的给它刨一下啊，它自然就会散开，你不用担心它会粘在一起，没关系的，轻轻一刨它就会散开。温度呢开到最大的火，稍微给它收水分，炸一炸，把鱼里面的水分稍微给它炸干一点，这样的话会外酥内嫩。好，一样的，我们给它捞出来，把油温稍高点，再来复炸。其实这个时候你能听到它是一种脆度了啊，给它烧高一点，再来炸一次。好，复炸呢，我们油温要高一点，因为东西比较多，下去油温就会降低6成哈。我们复炸。好，复炸我们快速给它倒出来，然后油温给它跑一跑。
这样不要洗锅，开始扯一个糖醋汁儿。好，锅里给少许的油，下入我们的番茄沙司或者是番茄膏都可以哈。我们给它简单给它炒一炒。小火给它炒一炒，好，来点清水，这碗涮一下，来点清水，不要浪费。这个糖醋汁呢是比较容易的、比较简单的家庭版的，你可以做那种传统的，就是那种用糖和醋来做的，这种是用番茄沙司或者番茄膏来做的，比较简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调味。给点盐，来点白糖，白糖可以多一点点。就这个甜酸口的甜一定在前面，酸在后面，一定要赏一下。我们扯芡的时候，一定要提前赏一下味道。来少许的白醋。好，我们用小碗打点料汁来赏一下味道，它一定是甜在前面，酸在后面啊。好，盐味不够，再加点盐，底味的盐还不够。好，可以了，开始扯芡哈。水淀粉慢慢下，不要一次性倒太多，就像一个拉线一样，慢慢下，别急。好，大家看到这个稠度没有哈？看到这个稠度没有？这时候我们再来点热油，就刚刚炸鱼的油，舀点来，直接舀一勺在锅里，可以让那个汁更加的光滑，更加有亮泽度。好，烧到这种冒泡的感觉就好了，可以了哈，这种状态好了。好，炸好的鱼柳直接装盘。好，热汁直接给它浇上。好，最后放上几个青豆，提前焯过水的青豆。很多朋友都看不到这里，肯定会说，剩这么多鱼头鱼骨是不是特别浪费啊？别忘了啊，我曾经号称边角料大师，这个鱼骨不会浪费，直接给它做个红烧鱼骨。鱼骨呢，我们稍微给它改刀一下，像这些尾巴的东西给它切掉，裁成块儿。这个呢，不光可以拿来红烧，平时你炖个什么鱼汤都可以把它用掉。但是炖鱼汤的话，一定要给它煎一下，加点猪油，稍微给它煎一煎。好，剁完之后呢，我们给它洗一洗。好，给它冲洗干净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鱼骨稍微煎一下，这样煎过之后呢，再来烧它会更香一些。好，来点油，把锅润一下。倒出来，来点混合油。好，我们再来点猪油，混合去煎它。好，小火，接下来我们下入鱼骨，先下一半啊。下锅以后呢，可以把火开大啊，这个时候把火开大，不用担心它粘锅，因为自锅锅它是不会粘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因为有一块跑出去了，洗一下放进来。好，给它翻面一下。好，煎过之后就要倒出来，我们准备煎第二锅，还是不要洗锅啊，将就这个锅。好嘞，注意把剩下的骨头倒在锅里，要摊薄。好，定型锅我们给它甩一甩。
翻面一下。好，煎过之后给它倒出来。好，我们还是这锅不用洗锅啊，来点油，来点菜籽油。这是我们下入蒜米、姜米、小米椒、红泡椒、青的2丁条，这花椒一起炒香。好，一勺的红油豆瓣，好，炒香后来点清水，再来点啤酒，好，调味给点白胡椒粉。点盐、白糖，来点生抽，再来点蚝油。好，我们下入鱼骨头，盖上盖子，稍微焖煮3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出锅前给点花椒油，再来点芝麻香油。好，可以出锅了，走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浇点油，这是一个干辣椒结合干花椒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放几个香菜。今天这一期就带大家逛了一下菜市场，顺便感受一下菜上的人间烟火气。另外来买了几条鱼，如果你喜欢吃鱼的朋友，可以关注一下这期有几种不同的做法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马偶像。